Hello， 大家好，欢迎来到麦氏音响的 YouTube Channel。那在2025年呢，如果你想选择一台这个入门到中价位的扩大机，去搭配你的喇叭来组成你第一套的一个立体声音响系统，我觉得坦白说，目前市面上的选择并不是太多。那如果你又是对于这个扩大机的音色或扩大机它的种类有挑剔的一个观众朋友，像有的人他就说我要所谓的 AB 类的扩大机，那你的选择又会是少之又少。像是我们之前开箱过的这个日本山叶雅马哈或者是 Marantz 马兰士，如果你真的要挑欧美品牌的话，那可能就剩下这个英国的 Audiolab 或是这个我们今天所要开箱的英国的 Cambridge。那为什么我会想开箱这次这个 Cambridge 的扩大机呢？因为我觉得很多的一个音响产品、音响的扩大机或音响的机器啊，它在台湾的定价比国外贵上许多。因为之前我常常就有遇到消费者讲说，我很喜欢某某品牌的机器，我很喜欢它的声音，但是我觉得它在台湾的一个定价或是一个实际的售价太贵了，可能比国外贵个30-40% 以上。那有时候不是说买不起的问题，是他买这样买起来，他就觉得哇，心里面很不高兴，觉得他吃亏了非常多这样。那我觉得像现在这个新的 Cambridge 的进口商啊，他们在这个商品的定价上面，我觉得跟所谓的美国或者香港的一个售价来讲，还有是看齐了许多。所以我觉得这对消费者来讲一定是一件好事情啊，就是买音响可能以前都要花很多的钱，就是比国外多很多的钱去买，但是现在呢，你可能在台湾买也是一个非常划算的，那同时也可以享有这个在台湾本地的一个售后服务。好，那我们今天要开箱呢，就是他们这个 Cambridge 家他们的2台扩大机，一台是所谓的这个旧世代的 CXA81 Mark II， 就是第2代的版本。那另外一台呢，就是所谓的新生代的代表 EVO150。那为什么我会讲说这个一个是旧世代，一个是新世代呢？因为这个 CXA81 MK2 Mark II， 大家就讲它就叫 CXA81 就好，它是传统的 AB 类设计。那这个 EVO150呢，它则是这个比较新颖的 D 类的设计。那音色怎么样？大家就在最后跟大家讲一下。好，那我们先跟大家介绍一下，就是这个英国 Cambridge 品牌，他们现在目前的一个整个产品线的命名以及规划。首先在传统的扩大机的部分它的整个入门的这个阶级呢，就是前面的英文就叫做 X， 那接着呢中阶就叫做 CX， 那最高阶的叫做 EX。所以你可以看到这个主要的差别在于说，它最开头这个英文字母，也要看好这3个开头的英文字母啊 ，ACE 加起来就是 X 王牌的概念。那我相信它原厂在命名的时候，其实也有这样的一个巧思啦。好，那接着呢，我们在这个英文字母这2个英文字母的后方呢，它会多一个英文字母来代表这个机器的功能。假如说像他们家的那个 AX 系列有出一个光碟机 CD player 嘛，它就叫做 AXC。那像我们今天要开箱的这个Cambridge 的这个 CXA81， 它是一台扩大机嘛，所以看它就是 CX 加 A。那假如说它高阶有出一台这个串流的播放机，那就叫做 EXN， 就是 EX 加 N，N 就是所谓的一个网络串流的播放器的意思。好，那最后呢，就是在这3个英文字母的后方，还会加上数字以及版本号，来代表它的一个扩大机的功率。假如像他们之前是有出这个 CXA61， 那就是一台60瓦的扩大机嘛。那我们今天开箱这个 CXA81， 顾名思义，它就是一台这个80瓦的扩大机。那加上这个 MK2， 就是它历经的这个1代，那这个是属于一个第2代的版本。好，那在传统系列外呢，其实 Cambridge 它在4-5年前呢，又出了一个叫做 EVO 系列，我觉得算是一个革新系列吧 ，Evolution 呢，其实目前来讲还有2款的扩大机，一款叫做 EVO75， 那一款就叫做 EVO150。其实这也很好理解，就是一台是75瓦的扩大机嘛，那另外一台就是150瓦的这个扩大机。好，所以之后大家你要在网络上搜寻这个 Cambridge 的扩大机或者是一些设备的机型，我相信就这样讲解之后，你是很好去认明等级跟功能的。那坦白说啊，我们现在手里面的这个 CXA81 跟我右手边的这台EVO150啊，它的等级是不太一样。我没有让它这个 EVO150 转一下，因为它现在放在转盘上，我就让它转一下，大家可以看一下它的这个外观跟它旁边的这个木纹，我是觉得真的是蛮漂亮的这样子。好，那CXA81 它的一个定价是42900，那 EVO150 的定价呢则是89800，所以其实2个是有一个价差的。但是我觉得各位的那个应该说观看这种音响类的一个观众朋友们心里面都有一个疑问，就是说AB 类跟 D 类是不是就是 AB 类同价位就一定比较好听，或者是 AB 类
就比高价位的低类都来得好听。其实我听同价位的机器可能听得比较多啦，那我觉得我这次就很好奇说，但是同一个厂商又有做 A B 类又有做 D 类的，我想一想好像还真的应该说没有几家，还是说根本就没有人这样做。所以这次我也是出于好奇，我想说，如果今天一个这个入门到中价位的 A B 类的扩大机，对上这个价位比它高1倍的 D 类扩大机，那这样听感会怎么样？所以我这次就选了这个比较贵的来试一下，这样。好，那我先讲一下我自己听完这2台扩大机的一个结论啦，就是如果你是纯粹追求这个音色上的 CP 值，其实我觉得 CXA81就是这一台就是很棒的一个扩大机。但是如果你想要更方便的操作，假如说像这个 EVO150，它有一些 WiFi 的功能，有 AirPlay， 那还有什么 Spotify， 就是你可以直接用你的串流软体在上面播放音乐。那你想要这个 HDMI 接孔与电视做联动的音量调整，那或者是想要说更迷你的一个机身外形来做，在空间上不会那么的占空间，然后以及想要更精致的外观，那我觉得你可以考虑这个EVO150。好，那回到机器的本身 ，CXA81它的尺寸是宽43公分，高11.5公分，然后深度是34.1公分。那 EVO150呢，它就比较小了一些，它的宽是31.7，那高度是8.9，深度是35.2。造型上来说呢，这个 CX81其实它就是一台非常传统的扩大机，它的正面没有萤幕，然后它有基本上所有的讯号源的切换就是由这个遥控器以及这个按钮来做搞定。那整个机身呢，正面它就是一个银色的面板，金属的面板，然后整个机身就是黑色的这个金属，然后在它的正上方呢开有这个散热的网孔，然后你从这个网孔看进去呢，你会看到一个非常大的环形变压器。那我相信这个是很多这个音响迷或想买音响的这种发烧友，或者是对音响有憧憬的人，他们最喜欢看到一个这种很传统、很类比的一个东西哦。那对比这个 CXA81传统的设计啊，我觉得EVO150它就现代许多。首先呢 ，EVO150它正面有一个大萤幕，那这个萤幕你在播放一些串流音乐的时候，它会显示目前播放的曲目以及这个专辑的图片。那在右侧呢，它有一个双层结构的旋钮，那分别控制音量与输入源哦。但我觉得它的输入源控制是这个一段一段的，然后我必须要讲一下它的输入源这个金属的旋钮上面是有点像网格的一个工艺嘛，就是有点摩擦感的。我觉得这个手感其实做的还蛮精致的，就是你摸起来真的有一点那种奢华买一个高贵音响的感觉，摸起来会让人上瘾。那 EVO150它本身没有一个散热的孔，就是没有散热网孔，但是呢，它你从它的侧边还有它的底部，你会看到有那种类似散热的鳍片的一个切割的设计嘛。然后呢，在它的两侧还有2个这个装饰的木片。我觉得就是如果你纯金属的机身的话，其实看起来有点冷冰冰的嘛。那加上了两侧加上这个装饰木片之后，其实让整个冷冰冰的感觉再增添了一丝这个温暖。所以我觉得首先这个 EVO150它的机身的金属处理啊，比起这个 CXA81就好的蛮多的。从它的一些这个磨砂的手感，以及它边角的圆润的处理，你都会感觉说，这台机器它在这个外观上，这个感受上是好非常多的。当然，外观的这个设计啊，绝大部分它跟里面的这个音质是没有关系的。但如果说今天一个音响它能做得好看又好听，我相信对大多数的朋友来讲都是何乐而不为呢？好，那我们接下来看一下背后的接孔。基本上这2台机器它都有着非常全面的一个支援。首先2台机器都有这个光纤与同轴接孔，那你可以拿来接你的电视，尤其像 CXA81它是没有这个 HDMI 接孔的，那你接电视的话就要用这个光纤接孔。那你当然还可以接一些蓝光的播放机。好，那 EVO150呢，它有一个这个 HDMI 的接孔，这个就是拿来可以接电视，它是有 ARC 功能的，那你可以拿来调整一下音量，都可以透过这个电视遥控器来做调整。那2台呢，机器它都有这个所谓的前级输出以及重低音输出，所以如果是搭配简单的一个书架喇叭，你就可以再购买一个外接的这个主动式的重低音，来加强你看电影或是听音乐的一个音效。好，2台机器呢也都有这个2组的扬声器的输出孔，所以呢你可以接，像我看到有些人的用法是说，它可以接这个2对他所喜欢的喇叭，那有时候就是交换来做试听，不同的味道，不同的感觉。
好，那其实接电脑部分，他们也有这个 USB DAC 的功能，就是有 USB 的一个输入的接孔。然后呢，在 USB 输入孔旁边呢，我要特别讲一下，它有一个接地的选项。因为 EVO150它多了这个黑胶 MN 唱头放大的功能，所以呢，这个EVO150它的这个 USB 接地的选项，在它旁边会有3个选项，但如果是 CXA81的话，它就只有2个这个接地的选项可以用了。那这个呢，就是希望说你在使用音响的时候，有时候你会发现，你的音响怎么会有鼾声，或者是有一些杂讯的声音，这时候你在调整这个接地的选项，有时候就可以改善这整个的状况。好，那2台机器呢，还有多组的类比的输入。然后还有这个，你还会看到他们有一个除了普通的 RCA 接头之外，还有一个大的这个所谓的平衡的接头。但是呢，通常有内建 DAC 的扩大机啊，我不是很喜欢接类比的输入，因为大部分的这种内建 DAC 的扩大机，他们在接类比输入的时候，很多会先做所谓的这个类比转数位的一个过程，然后接着再把数位讯号送到他们自己内部里面的这个 DAC 晶片去做转换，然后呢，就再变成一个这个类比的讯号。所以简单来讲呢，它比的一般纯类比的扩大机啊，多做了一个比较没意义的步骤。那讲到这边呢，可能很多人会好奇说，为什么这个像 CXA81它是一台类比的扩大机嘛，就是定位是这样子，为什么这种类比的扩大机它还要加上所谓的数位的输入，就还要内建 DAC 在里面，这样不是变成说它就多做了一部分的成本吗？那为什么不用更便宜的这种纯类比的机器，再搭配上一个这种所谓的数位类比转换器 DAC， 这样子就是使用上来讲，就是你可以更弹性嘛，然后你这个纯类比的机器也可以用得更久，它不会因为受到这个数位规格的一个升级的淘汰的影响。那我觉得呢，这个东西其实就是所谓的发烧友的一个精算的思维，就是纯类比的东西，它大概就有像钻石恒久远，一台扩大机纯类比的，它其实过了5年，它的一个声音的感受啊、品质啊，其实是差不多的。但是如果数位的东西，有时候这种所谓的 DAC 啊，或者是一些环绕扩大机啊，它可能过了5年、10年呢，它的规格可能今天100分的东西，就好像手机的拍照一样，你在5年前的手机的拍照跟现在手机的拍照，那个品质是差得非常的远，这样子。但是呢，我觉得为什么 Cambridge 他们会现在就是这种类比的扩大机，就把它弄得有蓝牙，然后有这种我刚忘记讲到他们无线的规格。CXA81的话，它本身无线的部分它是透过蓝牙连接。那这个EVO150的话，它除了有这个当然蓝牙也是有，但是它最主要就多了这个 AirPlay 啊、WiFi 啊这些 Spotify 连接的功能哦。好，那回过来讲说，为什么 Cambridge 要把这种扩大机再加上数位的输入呢？我觉得其实它思维很简单，就是这种其实在现代啊，这种用品才更符合一个年轻消费者的使用的行为，就是像我刚刚讲的一台扩大机再加上一台这个所谓的数位类比转换器，这种东西呢，基本上你就只有买的人或者是男生会使用。那你买回家之后，你的太太、你的家人或你的小朋友，基本上这种东西弄得太复杂，什么开机又先开播放器，再开扩大机，那关机的时候先关扩大机，再关这个播放器，然后呢，如果你要切换讯源的话，你是要拿扩大机的遥控器切换呢，你还是要拿播放器的这个遥控器来做切换呢？就是会弄得非常的复杂。所以呢，我觉得 Cambridge 的想法很简单啊，我们就听音乐，它其实是一个很简单、很纯粹、很享受的事情。那我们的扩大机呢，也尽量的设计的简单一点。那消费者呢，可以不管是你家中的每个成员，都可以很简单的去操作它。好，那最后我就是建议说，如果你想要音质最好表现的这个观众朋友呢，2台机器我就建议你用数位输入的方式进去，去让它得到一个比较好的声音哦。好，那我们接着讲到一个比较核心的参数，就是Cambridge CXA81 MK2 啊，它这台蓝牙扩大机，它既然叫 MK2 嘛，那它跟 MK1 的差异在哪里？其实就是在他们的一个音效晶片。MK1 的话是用 ESS 他们家的一个ES9016 的 K2M 的晶片，那到这个新版本 MK2 的话，它就变成9018的 K2M。那它是一台80瓦扩大机，在8欧姆的阻抗下这样的一个输出。好，那接着呢 ，EVO150的话，它的瓦数比较大，它在8欧姆的阻抗下有这个150瓦的输出。然后接着我们看它的一个核心的音效晶片，同样也是 ESS 他们家的这个 ES908 K2M 的晶片。好，那看到这边，大家有没有发现一个最核心的重点，就是说这2台的一个DAC 的晶片是一样规格的。所以呢，我就想说，很多人好奇说，那既然只是差别在瓦数，差别在这个 AB 类跟 D 类，所以他们2个音色到底有什么样的差距？所以我觉得我们就录几首歌，让观众朋友们，我们来直接用耳朵
来做比较一下吧。谁先开口？言语间的玩笑和幽默，有你周围都变得普通不过。注意你的小动作，你说命中缺个我，但怎么你朋友都不曾见过我。在等着谁先开口？言语间的玩笑和幽默，有你周围都变得普通不过。注意你的小动作，你说命中缺个我，但怎么你朋友都不曾见过我。好，那听完了试听了之后，我来补充一下，就是我们刚刚讲说这个 EVO150它有这个 WiFi 的功能嘛，那原厂其实是有帮他写了一个 APP， 跟我之前开箱过那个 EVO1就是无线喇叭一样。但是呢，基本上最早音响厂商他们会写这个音响的 APP， 是因为你在最早期的时候，其实你是没有一个操作界面，就像以前可能像苹果，它当然一直都有 AirPlay 嘛。那像你 Android 的用户，你就很难去播放，透过 WiFi 去播放音乐。所以这些音响厂商他们在早期的时候就有开发这个音响的 APP， 就希望你透过这个音响厂商的 App 去做 WiFi 音乐的一个播放。但是呢，我们到现在我们会发现很多的一个主流串流音乐软体，像 Spotify、像 Tidal 或像 Qobuz， 他们都有，或者是说 Room， 他们都有自己的一个播放音乐串流的一个协定。那其实呢，越来越多的音响厂商发现，好像其实自己写 APP 的部分就有点多余了，因为你直接用这个串流软体就可以控制机器了。那像苹果的用户，你直接用 AirPlay， 你也可以控制机器，也可以控制音量。那当然，这个Cambridge 它这个 EVO150的 APP 还是可以做一些比较细部的调整。假如说这个像它的还是有两段的一个 EQ 啊，高音跟低音，然后还有一些那种功能，假如说定时的功能啊，或是一些萤幕亮度的调整。但是呢，我觉得基本上我用这种扩大机，我就不太会去用它的 EQ 的功能，因为简单来说，如果我听的时候我都不喜欢它的声音了，我为什么还会就是想去把它调整的更符合我的一个喜好呢？这样子，我来分享一下我的感想，以及我对 D-Late 这几年的扩大机的一个发展。首先，关于 D-Late 扩大机，我第一次听到，其实是在7、8年前刚入行的时候，而且我那时候听的是很便宜的 D-Late 扩大机，所以我对 D-Late 的这个第一次印象就是说，哇，怎么那么难听啊？太难听了，我生气了。那一直到4、5年前，其实所谓的这个
低类扩大机的厂商、模组的厂商 Hypex， 以及后来这个 Purify 慢慢冒出来之后，其实我觉得对低类扩大机这种感受啊，它已经是到很多人可以接受的程度了。但是要说低类扩大机跟 AB 类扩大机哪个好听，就是我觉得以现在来讲，AB 类扩大机还是比较跟喇叭比较百搭一些。就以我的经验来讲啊，低类扩大机配某些喇叭的声音会非常的薄。那这个声音具体的说，就是你会感觉人声比较没有穿透力，然后整体音乐的这种氛围感、包覆感没有 AB 类扩大机来的好。但是我觉得相对这个 AB 类的扩大机来说，低类它是有一些优点的。我觉得它的声音会非常的干净，然后低音的反应速度会很快，所以相对来讲，我觉得如果你是喜欢听电子音乐，你喜欢听一些金属音乐、听摇滚音乐的，我觉得低类扩大机是蛮对你的一个胃口的。那当然，最后这个音响的一个艺术还是在于说，你不同的扩大机配不同的喇叭，还有像是色彩的调色盘嘛，色彩的调和。所以呢，如果你正在组第一套自己入门音响，我觉得CX81是非常不错的，因为它的其实价位来讲，应该算比较偏入门一些，但我觉得它的一个功率我觉得没有话讲，那个80瓦其实以这种入门人来讲很够用。然后我觉得最主要还是声音 ，Cambridge 他们家的这个 DAC 跟扩大机的搭配，我觉得都会给人一种声音，如果你搭得好的话，都会有一个清脆，然后有一点甜的感觉嘛，就是跟有一些他们家自己的一个特色。那如果你是想要我常常讲的说，音响最贵的是什么？其实不是器材本身嘛，是摆放的一个空间。然后因为有些人他也觉得说，这个音响像很多人他把音响放在他的一个电视柜上面，他就变成一个摆饰、一个装饰。那如果长得很丑的机器，其实像 CXA81 这种女生大概是不爱偏爱的。但我觉得像 EVO150 的话，其实它整个外观来讲看起来还蛮现代的，那体积也不大，加上有个萤幕，整个质感也不错，所以就是那当然，如果你的喇叭本身也是一个落地喇叭，或是它效率值很低的话 ，EVO150 也有更大的一个功率嘛，加上还有一个 WiFi 的操作，对于很多人来讲，这个是方便于体积。我觉得有些人他是宁愿花更多的钱去买入这些功能的了。所以呢，最后就是说，有兴趣的这个观众朋友呢，我都建议说，你可以来我们麦声音响来体验一下这两台机器的一个差异哦。那我是 Alan， 这次的开箱到这边，我们下次见喽，拜拜。